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飞。今天和大家聊的是河北保定无头尸案。2010年7月18日，河北省保定市的深山里惊现一具无头裸尸。无法想象凶手到底是有多么的灭绝人性，才能犯下如此可怕的惨案。凶手究竟跟死者有何深仇大恨，非要以这种残忍的方式杀害对方呢？2010年7月18日的早上7点半，河北省保定市雄县公安局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。电话里，一个人用颤抖的声音告诉警方，他在雄县大营镇口头村的一处荒地上发现了一具无头尸体。接到报警的警方立即全体出动，赶到了现场。一见到尸体，警方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从警这么多年，他们从未见过如此残忍的情况。身上一点衣服都没有穿，头颅已经没有了，双侧乳房全部被割掉，肚脐眼下面削去一块肉。警方立即对尸体展开了调查，发现尸体的肩膀上有明显的擦伤与铁锈，可周围却没有明显的血迹，因此警方判断这里应该不是第一案发现场，而是一个抛尸现场。同时，在距离尸体不足1米的地方，警方还发现一口深达180米的机井。再结合尸体上的铁锈痕迹，警方推测凶手将尸体运到这里后，可能原本是打算将其丢进机井里，但由于井口实在太小，发现根本塞不进去以后，这才选择了将受害者的头颅割下，扔进机井里，以便给警方造成侦查的困难。这也是为什么会在受害者身上发现铁锈的原因。而被割下的头部则直接顺着井口掉了下去，这才没有在四周留下血迹。在做出这个推断后，警方立即对这口机井展开了打捞工作。在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之后，果然发现了受害者的头部。打捞上来之后，警方发现这个头颅已经是面目全非了，根本就无法辨认死者的身份信息，就连对着头颅描绘死者的样貌都很困难，这也对警方的侦破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。随后，警方对死者进行了尸检工作。根据尸检报告显示，死者是一名25到30岁左右的青年女性，死亡时间为7月17日晚上的8点左右，死因是窒息死亡，前不久曾发生过性行为。死者身上没有任何胎记之类的可以用于辨别身份的信息，甚至除了脖子上的勒痕之外，他的身上连一块淤青、一条绳子捆绑过的痕迹都没有，因此只能继续从现场寻找破案的线索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现场勘查，警方首先在尸体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个矿泉水瓶盖，且瓶盖很新，显然是刚丢弃在这里不久。考虑到这里很少会有人来，所以警方有理由怀疑这枚瓶盖很有可能是凶手留下的，于是立即根据上面留下的唾液样本获取了一份 DNA 数据。虽然警方无法直接锁定 DNA 的主人身份，但至少确定了瓶盖属于一名男性，这也就是说这组 DNA 属于凶手的可能性很高。随后警方又在荒地旁的路上发现一个使用过的计生用品，结合尸检报告提出的死者生前曾发生过性行为的报告，警方怀疑这枚计生用品可能是凶手使用过的，于是立即对上面的男性体液进行了 DNA 对比，结果发现正好与刚刚在矿泉水瓶上提取到的 DNA 完全匹配，因此警方更加坚信了这组 DNA 的主人应该就是凶手。可遗憾的是，警方并没有在犯罪数据库中找到与之匹配的 DNA 数据，因此目前找出可能的嫌疑人成了警方接下来的调查重点。警方立即派出人手在附近进行了大范围的走访调查，询问是否有最近走失的20来岁的年轻女性。询问到一家饭店时得知，就在案发的前一天，他们家的女服务员孙冉冉突然联系不上了。警方在细问之下才得知，这名女服务员是在7月17日的傍晚6点左右因私事离开了饭店，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，打电话也不接，店里没人知道她的下落。听见老板的话，警方觉得这名走失的女服务员还真有可能就是死者，于是警方很快就找到了孙冉冉的父亲，从他的身上提取到 DNA。 经过比对，孙冉冉父亲的 DNA 与本案死者的 DNA 完全匹配，这也就是说死者就是孙冉冉本人了。根据饭店老板的描述，孙冉冉是在7月17日下午从饭店离开，而8点就被人活活掐死。那么在这个短短2个小时的时间里，孙冉冉究竟遭遇了什么？凶手又为什么要杀死她呢？死者身上特别干净，连个疤痕都没有，这是之前警方对死者的描述。此前警方并没有在孙冉冉的身上发现任何疤痕，这也就说明她应该不是被凶手打晕之后带走的。不但如此，她甚至有可能是自愿跟随凶手走的。这也就是说，
孙冉冉和凶手很有可能是认识的，二人应该是约好了晚上要一起出去。孙冉冉6点出门，应该就是要去见这个凶手。顺着这个思想，警方立即调取了17日傍晚饭店门口的监控视频。在监控录像中，警方果然发现在6点左右有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了饭店的门口，然后孙冉冉跟着一个男人的脚步上了这辆黑色的轿车。但由于监控质量太差，警方完全无法根据画面得到车辆的型号和车牌号，因此警方拿着监控的截图走遍了雄县的 4S 店、加油站和修车点，通过多方的比对，最终确认了监控中出现的车辆是吉利金刚的一代轿车。确定了车型后，紧接着就要对这一车型进行排查。据调查，保定市一共有此类轿车将近2000辆。民警立即对这2000辆轿车的车主展开了调查，什么程度？就叫做见车见人，车主的家庭条件、家庭背景、兄弟姐妹、亲戚朋友，然后案发当天、案发前一天、案发后一天，你的车在什么地方？车有没有外借？外借给什么人？外界给人开去了什么地方？去做什么？通过一段时间的详细调查后，警方根据案发时间车主们的动向，终于将凶手的范围缩小只剩6名车主。在案发时间具有重大嫌疑，他们不仅身高、体重大致与监控画面中发现的神秘男子相同，而且在案发时段都没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。还记得警方在现场发现的瓶盖和计生用品吗？当时警方分别在上面都提取了凶手的 DNA， 此时 DNA 就发挥出了它该有的作用。警方将凶手的 DNA 与最终有嫌疑的6名车主的 DNA 进行了比对，并当真与一名男子匹配成功。孙一鸣，男，身高1.67米，保定荣成县大河镇人，但由于他的 DNA 与凶手的 DNA 完全匹配，这足以说明他就是那个杀害了孙冉冉的凶手。于是警方立即组织警力对其展开了秘密抓捕行动。通过技术追查，警方发现孙一鸣此时居然出现在了福州省福州市，于是警方立即连夜赶赴了福州，并在福州火车站发现了孙一鸣的身影，最终在一系列福州到南京的火车上将其成功抓捕。被捕后的孙一鸣的态度极其恶劣，极力狡辩，拒不承认自己所犯下的罪行，说不知道警方为什么抓他，并称自己没有犯罪，是一名合法公民。不过他这种恶劣的态度并没有持续多久，最终在警方严厉的审讯下，他还是承认了自己的罪行。据孙一鸣交代，2010年7月17日傍晚6点，他开车来到孙冉冉工作的饭店。由于孙一鸣展现出雄厚的财力，所以用餐时二人就一直眉来眼去。后来孙一鸣便以带孙冉冉都分借口将其从店中带走，随后二人在野外发生了关系。结束之后，二人因为一些小事发生了口角，暴躁一怒的孙一鸣便将孙冉冉掐死在了车里。之后孙一鸣驾车将尸体带到了发现尸体的地方。正如警方判断的那样，最初孙一鸣本打算将尸体直接丢进机井里面，但由于机井井口太小，尸体太宽，抛尸的行为并没有成功，于是他便凶残地将死者的重要器官统统割下丢进井里。而他这样做的目的也很简单，就是为了不让警方查到受害者的身份。可正当警方以为本案到此已经结束了的时候，一位警员发现孙一鸣竟然与另外一起谋杀案的凶手 DNA 也完全匹配。2010年5月下旬，也就是2个月前，孙一鸣在与一名来自内蒙古宁城的17岁少女发生关系之后将其杀害。由于害怕少女死后的眼神，于是他将少女的双眼剜掉，然后将汽油浇到了尸体上，焚尸灭迹。此后的日子里，为了逃避警方的抓捕，孙一鸣还去过福州的一家医院做了一次整容手术，把自己之前的小眼睛、卡布里昂这些明显的特征全都进行了改变。可即使他整了容，最终也难逃警方的法网。虽然孙一鸣说自己是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捕才割下了死者的头颅，但根据心理学家的分析，这其实完全就是他变态的心理作祟。据了解，孙一鸣的家境在当地十分的富裕，他的父母经营着一家丧葬用品店，每年的收入不菲，在村里有5间2层的楼房。生长在这样富裕的家庭里，孙一鸣却从小接受的却是自私和封闭的理念，关起门来过日子，不和任何人来往，干什么事都不求人。正因如此，孙一鸣从小就没有朋友，变得越来越孤僻。而且由于他是家中的独子，所以家里人一直十分宠爱他，从小就娇生惯养。警方在与孙一鸣的交谈中也明显能够感觉到他这个人十分的冷血，完全丧失了人性。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
本案最终于2012年7月10日在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。犯罪嫌疑人犯故意杀人罪，情节严重，影响重大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性格缺点不是犯罪的理由，当你触碰法律边缘的时候，就是你掉入深渊的时候。好了，今天关于河北保定无头尸案我们就聊到这儿，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订阅。我是阿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